穿越玄幻世界，开局获得1亿条命，只要被嘎，就能立即复活并获得对方全部能力。这就嘎了，这13猫也不过如此。丁宿主复活，获得对方父亲全部能力。还以为这13猫有多厉害，本座出手还不是灰飞烟灭。丁宿主复活，获得祖龙之力加持。就这。丁宿主复活，获得上古魔血灌体。如果被嘎有次数限制的话，我希望是1亿次。丁检测到宿主已嘎，永远不败系统正式激活。丁个屁！前几天怎么不丁？宿主获得1亿条命，今后一旦被杀，都将会在30秒内满血复活，生死间有大机缘。复活之后，宿主必将战胜对方。丁检测到宿主刚刚被克，系统正在安排战胜方法。宿主获得天荒不灭体，从此不再需要进食。天荒不灭体为3界第1体质，能自动吸纳周边灵气，修炼速度举世无双。玄妙通神，授予天启，跳出3界外，不受天人五衰影响。宿主复活。系统打开个人属性。宿主江城，种族人族，境界凡人，神通无，功法无，武技无，法宝无，系统等级1，每天1次，不可累计。每天1次，意思是每天只有1次复活的机会。还有，按照惯例，新手大礼包不给1个吗？这就完了。这体质修炼速度举世无双，能自动吸纳周边灵气，等于是躺着都能升级。但是这破地方没灵气啊！这系统是被动触发型的，想要触发更多奖励，只能死几次。没有危机就自己制造危机，我撞墙自嘎总行吧？鉴于宿主目前的自身行为，额外做出贴心小提示：自身属于宿主自身意愿，系统以尊重宿主意愿为第一准则，将不触发复活功能。贴心。你真要是尊重我的意愿，倒是先带我出去啊！给了个吊炸天的技能，结果出生点不对。终于有活人出现了，这么高的地方，关键部位不会摔平了吧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爸爸，还不快杀了我！丁鉴于宿主目前的行为，系统温馨提示：主动挑衅对方可以，但言语请求对方击杀自己，会判定为宿主想要自杀。讲自杀的话，本系统还是会成全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普通人为什么进不来？这里可是封爵之地，压力沉重，普通人进来后会心脉爆裂而亡的。那自己怎么一开始就没什么感觉？难道是系统护体？女娃，老夫在此地已经做了1000年，就是为了等待有缘人的到来。恭喜你中奖了！你就吹吧，普通人能活100岁都算罕见，还1000年，修士想要驻颜，起码要到入圣的境界。山洞这么深，普通人摔下来还能活吗？那你怎么会一点灵气都没有？老夫乃是1000年前纵横一方的太初真人，当年与宿敌对决，不慎被暗算，一身修为被封，最终困在此地。女娃，你若带本座出去，本座送你一场造化。前辈，我也飞不上去啊。啊？你还不会飞？我会飞，但这里是封爵之地，不到分魂境都无法克服这里的压力。看来还是要想办法一点点感化他。假以时日，他一定会不负重的嘎了自己。他们画风怎么有点不一样？姚云轩，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纪凌寒，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？去年7派大比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击败我，让我丢个大脸，是不是觉得很威风？现在你们飞仙门被灭了，你倒是接着威风啊！作为长华山5派第一修炼天才，纪凌寒从前是各派弟子崇拜向往的女神，姚云轩没少被拿出来和他做对比，极度产生的恨意可以说是积累了多年。姚师妹当初只是一招不慎着了他的道而已，不用姚师妹亲自动手，师兄我帮你拿下他好了。不知道师妹打算让他怎么嘎？我可没打算嘎他。师妹居然这么仁慈，这等胸怀真是令人钦佩。这拍马屁简直堪称见缝插针。你傻啊，还仁慈？我是要把他的修为废了，脸也画烂，以后当我的丫头天天折磨，岂不是更好？高，实在是太高了。这种方法我们怎么就想不到呢？看来我们修为一直不如师妹也是有原因的。姚云轩，我今天就算是嘎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纪凌寒，你也不过是具元境8重，我们这边有4个具元境，就不信你还能翻得起浪来。你们几个是不是忘了这里还有另一个人？来到本座的地盘都不拜一拜吗？一点礼数都没有。前辈，这只是我和他们的恩怨，你不用插手。前辈，不是说1000年前纵横一方的高人吗？就算没了修为，也该有点手段吧。果然只是个草包。
丁，宿主被嘎，检测到敌方4人实力，系统经过分析，将为宿主复制姚云轩的爸爸全部实力。丁，复制完毕，宿主已拥有分魂镜3重修为，宿主已达成极月宗观月心法第4重，宿主已自动领悟摄魂术第2层，宿主已自动习得胡月御剑术前6层，宿主已成为3阶炼药师，宿主即将复活。前辈，你没嘎啊？放心，就算他们全家嘎光，我都不会嘎。装神弄鬼，那就再嘎你一次。你究竟是谁？阁下并不是飞仙门的人，为什么要帮那个小贱人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我是你爸爸，还不快跪下喊爸爸！给我活剐了他！你怎么会我们极月宗的御剑术？你不能嘎我，我爹在我身上设了灵符。孽障感耳！嘎了他，爹，快嘎了他！哎嘿嘿，舔包时间到！哇哦，前辈，咱不是说没修为了吗？怎么突然就有了秒杀那4人的实力？老夫刚才只是伪装成凡人，看看女娃你是不是有善心。你很不错，通过了考验。刚刚我看到前辈用的是极月宗的剑法，难道您是他们的人？极月宗大门朝哪开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傻呀？我要是他们的人，还会杀他们吗？行了行了，咱们现在要离开这里了。前辈，你真的是天命境的高手吗？这是想求自己帮忙报仇啊！能灭掉一个门派，可想而知敌人势力有多强。有缘再会。丁，主线任务一统3界开启，本任务不限时，可分阶段完成。宿主每完成一个阶段，都将得到积分值，积分值可升级系统或选择抽奖。这一统3界怎么判定的呀？这样就需要庞大的势力，系统摆明了让我组建势力啊！等级1，积分0 1000，可用积分0。当前技能每天可复活1次，不可累计，复活后可战胜敌人。下级技能复活次数提升为每天2次，不可累计，复活后可战胜敌人。卧槽，原来还能增加每天复活的次数啊！这个急，猫哥生病了，正在为宿主调出兑换界面。这系统什么都收，但他喵满打满算刚才的战利品就能兑换4积分，看来还是完成那个一统3界任务的第1阶段比较靠谱。前辈，你们的宗门被人灭了。那一夜，师父师伯师叔全都摆在了自己眼前，4派围攻，蓄谋已久，飞仙门根本无力抵抗。你想报仇吗？当然想。我可以帮你。前辈若是愿意帮我报仇，我愿做牛做马报答。我不用你做牛做马，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要当飞仙门的掌门，要一统3界，首先总得定个小目标，比如先把青兰府给当平了。任务本来就要发展属于自己的势力，当掌门也是理所当然。这是什么操作？飞仙门都覆灭了，还要当掌门有什么意义？现在4派都在追杀漏网之鱼，谁亮出飞仙门的字号就是惹祸上身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咱们一拍两散。前辈，我愿意啊。好，那我就接下这段因果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13猫就是飞仙门掌门。飞仙门真传弟子纪凌寒拜见掌门。丁，恭喜宿主得到一位7窍玲珑体的部下效忠，奖励积分值3000点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刚才搜刮了半天才凑了3点多的积分值，还想着至少要等到荡平青兰府才能升级，结果现在纪凌寒这小妞一拜就得了3000，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什么7窍玲珑体，那么宝贝的吗？系统升级。当前技能每天可复活2次，不可累计，复活后可战胜敌人。下级技能复活次数提升为每天3次，不可累计，复活后可战胜敌人。系统抽奖，扣除积分1000点，抽一次就要1000。系统你怎么不去抢？恭喜宿主人品爆发，获得洞察技能。注：乾坤万物无所遁形，宿主可对周围珍禽异兽、天材地宝产生感应，感应范围宿主神识感知范围。这洞察技能有啥用？是否使用洞察？只用1次消耗10积分。靠，这也要积分？不过10点积分还是能接受的哈。系统使用洞察，原来连人也算宝物。先等我去就来。这碎片的来头那么大，能操纵灵气浓度，还能镇压修士，必须要搞到手。不过这里既然有这世界碎片，还变成了不毛之地，不管了。奥利给，干了，兄弟们！丁，宿主被世界之心碎片击杀。这个世界太他妈危险了，
要是没有系统，我感觉我连1个时辰都活不到。宿主目前等级为2，每天可复活2次，开启第2次复活，同时赋予宿主世界本源气息。拥有此气息，世界之心碎片将任其为主。哟，长大了。妈妈，你是妈妈？我是你爸爸，看不出我是帅哥吗？妈妈不要我了。乖，只是让你换个称呼，喊爸爸成不？妈妈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妈妈，大无语时间，家人们，这个小孩也是不分男女，张嘴就喊我妈妈，真的是无语。恭喜掌门获得此一宝。你也来教教他，让他改改称呼。我看这小朋友好像一点都不懂哦。对了，等会再帮他洗洗，准备一身衣服。不要，我只要妈妈。乖孩子，这位阿姨是自己人，她会教你很多东西，要听话。我听妈妈话。真是个好孩子。我靠，你搞什么？不会把他杀了吧？我没有杀他呀，他一会就醒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妈妈不是让我跟他学吗？我进入了他的意识，学到了他的全部知识。我靠，我是让你跟他学，没让你入侵他的识海啊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你该知道我是男的，应该喊爸爸吧？妈妈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么小就学会装了，行啊你还没有名字吧？我给你取个。好呀好呀，请妈妈赐名。你出世时，黄色的光芒冲天而起，以后就叫你阿黄好了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这么难听的名字。不要也得要，这可是父母取名，你一出来就杀了爹一次，还没跟你算账呢。贱名容易养活，爹这都是为你好，除非你改口喊爸爸，不然不会给你改名了。哼，妈妈最坏了。孽障，就是你杀了我女儿，给我死！老长老且慢，待我等先问几个问题。你们要阻我报仇，姚兄稍安勿躁。小子，你刚刚在这里可见到一道冲天而起的光芒？不错，只要你如实回答，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仇是要报，但可以压后，区区杀子之仇，还是宝物要紧。只要我说出来，你们就不杀我？当然，老夫从不打诳语。好吧，在那边。狗到明天复活，冷却时间结束就可以继续装逼，阿布就可以继续为民除害了。只是吉林寒还在地上躺着呢。妈妈，他们是要杀你的坏人吗？乖女儿，你有办法干掉他们吗？不能哟，世界碎片不能杀生，那是天道规则加的限制。不过我可以帮妈妈把他们体内的灵力清空。爹尊重你不杀生的理念，杀人这种会困难的事情就让我亲自代劳吧。毕竟总有人要默默承受一些不为人知的重担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妈妈？如果这小子随便指个假方向怎么办？我看他就是说谎。不错，老夫承认他的帅气，但不相信他的人品。要不我独自去那边查探一番，你们2个继续看着他。老长老这是拿我们当傻子，让这小子带路，我们3个一起压着他过去。小子，你怎么保证方向是真的？我们不信，除非你……你们不用不信了，反正我就是骗你们的。你找死吗？对啊，我找死呢，快来杀我吧，乖女儿。你搞什么？我靠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灵力居然一点都不剩了。我也是。你们3个也太不给面子了，杀我都不用飞剑的吗？小子，我们没了灵力，你也不能幸免。不错，我们3个对你一个，你还是必死无疑。你大胆！孽畜，竟如此羞辱我们！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们的身份。这样的死法符合你们的身份了吧？你怎么？昏迷了整整1集的纪灵寒也醒过来。掌门，可能是因为年轻吧，倒头就睡。这是姚秋林，还有戴信、徐明游，他们可都是分魂境6成的人。他们刚要来杀我，然后他们就死了。掌门独自一人就打死了他们3人。对本掌门来说，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场面而已。掌门果然厉害啊，这实力至少也是灵台境了。飞仙门在哪里？那边现在一定还有不少他们的人，掌门有把握吗？怕什么？在本掌门面前都是土鸡瓦狗。是计时间，大家快出来呀！罗远师弟、应雪儿师妹、蒋红师弟，你们也还活着啊！太好了。季师侄，你还见到其他门人了吗？回禀梁师叔，我没有见到其他人，你们呢？还有其他师伯师叔和师弟师妹逃出来吗？看来飞仙门只剩咱们这20多根独苗了。师傅云裸茜将他的9绝剑传给了我，
若不能引进4大宗门的血，岂非有负于他？这是师傅将我送出前留给我的灵石和丹药，等我将来修到分魂境，定要为他老人家报仇。你们想要报仇的话，不用等将来，现在就能办到。你们和其他宗门没有交情，我和端木世家的2长老端木汉曾见过数次，把酒言欢，交情莫逆。端木世家他们光是灵台境都有4位，若是他们出手，那4大宗门联手都挡不住，还请梁长老快快出面。端木汉都已经是灵台境3重了，哪会搭理我这个分魂境5重的普通宗门长老？只要卷走物资，谁还能找到我？想要人出手，就必须要给出足够的报酬，这是对一个庞大世家的尊重。你们刚刚不是说为了给师傅报仇，任何事情都愿意做吗？只是付出几个储物袋而已就舍不得了，看来你们师傅是看错了人了，交了一群白眼狼。万一他们收了这些戒指不出手怎么办？是啊，就怕他们也起贪婪之心。你们信不过我和端木汉的交情，若是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对，我这就把9绝剑交给你带去，这才对嘛。师叔，其实我们不用求端木世家也能报仇。你有办法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又或者你和赤日宗某个掌门弟子私通过，能拉拢到他们？梁师叔，你这样说姬师姐未免太过了。说吧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的办法就是这位13猫前辈，这位前辈实力深不可测，他已经答应接任飞仙门掌门，为我们荡平4大宗门。哟，你们好。啊，掌门。季师姐，他怎么就成了掌门？我们飞仙门现在的处境，大家都很明白。原来前辈救过师姐，我等刚才失礼了。是啊，真是多亏了前辈。前辈真愿意接掌我们飞仙门吗？好说好说。斩杀3名分魂境长老，可笑，真是可笑之至。在这啰嗦半天有什么意义？我这就去把飞仙门给夺下来不就行了？夺下来就凭你？是啊，就凭我。我要是办到了，你该怎样？你要是能办到，我立刻拜你为掌门。前辈，要不还是从长计议吧？是啊，报仇也不用急于一时。对面那群敌人，在我眼里如土鸡瓦狗而已。他们竟然连祖师的雕像都打碎了，灵脉也被他们截断了，正殿的匾额都被拆下来了，真是一群强盗。掌门，我们该怎么协助您？破敌交给我一人便是，你们在这给我加油就行了。前辈是不是太拖大了？是啊，就这样飞过去，肯定会被围攻的呀。要我说，悄悄潜入暗杀，倒是要稳妥得多。他自己要找死，谁拦得住？你是何人？我们4派正在办事，闲杂人等退散。你们办事这么巧，我也是来办事的。阁下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要替那飞仙门出头？我劝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，识相的趁早滚。我不是来帮飞仙门出头的，我只是打扫而已。打扫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如今飞仙门的掌门就是我，你们在我眼皮底下搬我的东西，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点？你是飞仙门新任掌门？不错，昨天新鲜上任的。飞仙门那些云眼还真是眼瞎，居然找了你这么个自投罗网的傻子当掌门。既然你来了，那也就别想活着离开了。这下不好了，前辈被包围了，对面18名分魂境长老，上百人，这是死局啊！除非他是灵台境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你们可不要冲动，他要找死是他的事情，你们要是也死了，飞仙门就彻底烟消云散了。死在那边的话，戒指里的资源就拿不到了。前辈一定有把握的，我可是亲耳听到前辈活了1000年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？这小子不是说掌门吗？以为他有点隐藏手段呢，结果就这，看来只是个傻子而已。还真死了。不，前辈不是应该很厉害的吗？不是至少天命境的吗？看来季师之你看错了人了，就这种人也配当我们的掌门？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了，还是想想给报仇请端木世家的计划更实际。宿主被杀，系统正在分析敌人实力，为宿主安排复活方案。鉴于敌方实力高出宿主多倍，系统将为宿主准备一道1重玄天劫雷，雷劫一出，天命之下尽皆化为飞灰。丁，宿主复活。虽然雷劫也不需要我运功，自己就会发动，这种难得的装逼机会怎能错过？掌门他果然没死。哈哈，原来前辈只是故意开个玩笑吗？差点吓死我。哼，没死又怎样？就他那点实力，蚍蜉撼树。你怎么还没死？装神弄鬼，没死就再杀一次。看我的大天雷术！那是什么？
卧槽，这系统也太给力了，一下就全灭，一个都不留。那可是18名分魂镜啊！从前全盛期的飞仙门也就30多个分魂镜长老吧，仅仅一击就全灭了，这是何等实力啊！难道他真如姬师姐所说，是天命境强者？掌门，这您是如何办到了？是啊，掌门您这实力简直惊天动地啊！宿主新得到21名部下统计分析其天赋根骨实力，奖励宿主355点积分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梁长老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不是说我只有分魂4重吗？不是说我必死无疑吗？不是说只要能办到就拜我为掌门吗？梁达拜见掌门。年里这个老杂毛，系统都没定下，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认自己为掌门，只是表面做做功夫而已。不过系统将来倒是可以作为叛徒的检测器了。如今我们已经夺回门派基业，该考虑下一步了。我决定立刻进攻极月宗，血债还要血来偿。4派根基尚在，这次死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很快就会卷土重来。掌门打算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去，但你们留在这里便可。极月宗人数众多，大家一起杀过去，我也不一定能护得了每个人的周全。咱们飞仙门的山门才刚夺回来，未免被一些宵小之辈进来趁火打劫，也需要你们守卫。掌门您一定要保重啊！今天复活次数还有一次，稳如老狗。妹子你多虑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帮我看好家，照顾好女儿。掌门，你虽然实力高深，带一个人前往，恐怕会有疏漏。老夫不才，愿同往，为宗门报仇。我作为长老责无旁贷。这个肥差怎么能错过我呢？打下极月宗本身就是大功一件，将来飞仙门重新发展壮大起来，这就是资历战功。极月宗那么多长老的私藏，还有丹阁、气阁、镇阁、符阁的大量资源，还有藏宝阁、藏经阁，到时候对方全灭，自己简直就是掉进了蜜缸的老鼠。好，难得梁长老如此热心，既然你有此决心，那便一同出征。遵掌门号令。系统，我有问题要问。提问一次500点积分，请问宿主是否要继续？你这狗系统，知不知道500分有多难挣？我现在这样冲上去攻打极月宗，算是主动自嘎吗？不算。既然不算自嘎，那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为什么不算呢？应扣除500积分。好，又扣，这算第2个问题啊。狗系统，其他时候爱装死，扣起积分来，那叫一个态度热衷。宿主目前身份是飞仙门掌门，飞仙门被极月宗攻打，系统判定为宿主本人被攻击。原来如此，飞仙门算是自己的势力，被攻打后，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能算。谁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？7名长老的命牌全部碎裂，徐长老、李长老、风长老他们怎么就死了？飞仙门都快被斩草除根了，谁能办到这种事？我建议派人前去飞仙门那边打探虚实。飞仙门剩下的就小猫2、3只，这一定是外来的敌人。不错，飞仙门有如此强大的元首，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。不过会是谁呢？难道是端木世家？有可能，他们也算是那个阵营的。要不我们向赤日宗求救。你们是何人？宗门重地，报上名来。我认识他，他是梁达，飞仙门的长老。什么？飞仙门的人？这飞仙门的长老疯了吗？好不容易逃走了，居然主动送上门，他不会是想来报仇吧？报仇？梁达我听说过，也就分魂镜4、5重而已，我看找死还差不多。他身边那位帅得惊天动地的年轻人是谁？我看梁达似乎是以他为首，难道此人深藏不露？拉倒吧，飞仙门能有什么强力帮手？何况就一个人。老子是飞仙门掌门，还不快让你们的掌门滚出来跪营！大哥，还没杀进去呢，你就暴露身份。飞仙门掌门不是被杀了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？就你还掌门，围起来，别让他跑了。临死前还这么啰嗦，临死前还这么啰嗦。好了，继续出发，前头带路。得嘞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？大师兄，二师兄。这样一路杀进去，好像还蛮炫酷的。将来外界流传的版本就会是我和掌门合力攻下极月宗，我和门主并肩作战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我和13猫共同击杀极月宗数10长老，梁达之名将传遍青蓝府9山17洞，光耀数辈人。掌门这边这条路更近。
疯了，这两人不要命了吧？不管他们要不要命，极月宗这次损失还真不小，死了不少人了，事情闹大了。梁达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屠戮我门人，还是低阶外门弟子，你有没有一点分魂境该有的风范？不光是这些弟子，就连你们都会死，不过是早晚的分别而已，又何必着急呢？靠，这梁长老装起逼来也挺熟练的嘛。你是谁？你们什么档次？也配合我们掌门直接对话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我们的新掌门猫哥将会屠灭你们满门。你来装逼，我来扛主力，真是个老阴货。新掌门，就是你杀死了我宗7名长老？没错，就是我。那7名长老我杀得很爽，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提，但是我肯定不会改。装逼之路，猫哥我势必要独领风骚，岂能被区一个梁长老抢了宝座？你是受谁指使的？说出你身后的势力吧。端木世家我知道，那边并没有你这号人，这人只有分魂境4层，这实力不可能办到那种事。但就算这个人是疯子，梁达总不会陪着一起犯傻。梁长老这个人我是研究过的，贪生怕死跑路算是他最拿手的绝技。这种人突然化身为勇士，难道这是3毛实力不是表面境界那么简单？没有啊，和你们作对只是我个人的兴趣。我只有分魂4重，你都不敢出手吗？就让他来会会你。来，小亮给他整个活。这也太小，太萌了点吧？事实上，由于跨域召唤，三眼虎的体型已经被域界规则压制缩小了数万倍，而实力也被削弱了数倍。不过这已经足够了。喵，这里是哪里？面前这群蝼蚁是谁？谁干的？是我召唤你过来的。卖相不行，但实力强啊！看来系统果然靠谱，对我是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原来是你坏了大爷的好事。对，杀了他，吃了他，给我灭掉所有敌人！现在轮到你了。卧槽，这就反噬了！该死的，还是回去算了。你给我等着。哥们这就走了，也不坐下喝杯茶聊一聊吗？虽然三眼虎刚刚凶性毕露，甚至还对自己出手，不过还是很想把他留下来，反正伤不了自己。多聊一聊，忽悠忽悠，没准就能骗来一头秒天秒地的强力坐骑了呢。话说，那妖兽应该是能变大的吧？那得多拉风啊！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把他招来吧。发达了，2品灵脉，不可移动，能提升方圆千里之内的灵气浓度，亦可自然生成中品以下的灵石。不可移动，那有什么用？又带不走。咦，这能直接兑换成积分？反正又带不走。系统兑换积分，应兑换2品灵脉1条，获得2000积分。可以啊，抽奖。应扣除1000积分。宿主抽中9阶灵气蓝玉清仙衣，可抵挡天命9进5重以下任何攻击。这样的好宝贝，猫哥用不上啊！穿上它我还怎么被嫩死？怎么开挂呀？再来一次！恭喜宿主人品爆发，抽到1阶传送技能，技能名称传送1阶，可升级。技能描述：以宿主为圆心，半径1万里范围内可随机传送到任何位置，冷却时间1天。这感情好啊！放现在的我1万里要吭哧的飞2个多时辰才能到达，传送省事的多。怎么抽完奖怎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？真是正所谓抽奖一时爽，爽完就进入后悔的贤者模式。这样下去，系统何时才能升到3级？这就是日光党和团伙党的区别啊！日光党永远都完不成达标奖励，以后攒到1万分之前都不抽奖了。齐掌门的尸身太惨了，被削断成2截。这里有刘长老的尸身，全死了，全都死了。谁干的？这实力也太可怕了吧！极月宗直接被除名了。这里梁达也死了，是那虎妖虚影吧？那一定是个通天大能。别，和梁达一起的那位飞仙门掌门呢？对啊，没见到他的尸身，难道那虎妖虚影是他召唤出来的？不可能吧，那也太强了，有那实力还用得着在青南府待着？倒也是，我看也不像。一张凶你跑什么？你傻，极月宗都没人了，这里所有的宝物都变成无主的了，谁敢跟我抢？都别急，泡你平战最宝物面前无兄弟，何况咱们只是萍水相逢。不可能，
这样一个大宗门，总会有一些遗漏的宝物。草啊，这也太绝了！吃了肉，好歹给我们留口汤啊！对那样的高手，下品灵石又有什么用？完全不用带走吗？他虽然很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鄙视他。掌门，掌门您回来了呀？不知掌门此行结果如何？出现意外也不奇怪。嗨，没灭掉也没关系，来日方长嘛。对，掌门已经很厉害了，报仇也不急于一时。这是青雅剑，极月宗掌门的佩剑，6阶灵器。这不是极月宗大长老张化宏的灵甲条元虫风甲吗？我记得是5阶灵甲，当时他从飞云州重金购得之后，大肆宣扬了一番。还有这是看上什么随便拿好了。这都是给我们的。当然，我可不希望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。自己人当然是尽量提升啊，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。这些弟子可以啊，居然知道谦让，这和自己印象中的修炼界画风不太一样吗？不是说好了，同门之间也会有残酷争斗的吗？怎么不拿？这还是留给掌门您吧。是啊，太宝贵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收啊。5阶灵甲，6阶灵剑，即便是端木世家和赤日宗的长老，也不是个个都有的。那边的精英弟子用的也还是4阶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这些都是破烂而已，至于那么大反应吗？都拿去分了吧，反正你们迟早会升到分魂境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分魂境的丹药有一部分聚元境也是能用的，修炼效果要好很多倍。一人2捆，分了吧。以前用灵符那都是论章的，出任务的时候才去宗门总务堂申请，经过一系列手续之后，一般可以领到1、2张3阶灵符。而现在猫掌们居然用捆这个单位来派送，还是4阶灵符1捆。可是有足足50张，这种消耗性的东西不用节约，能用就用，别留在手里发霉，反正将来还会有更多。掌门真的灭掉了极月宗吗？那是自然，本掌门出手，自是一个不留。极月宗可是有上万门人，一个不留，这是何等实力？对了，梁长老呢？梁长老随我一同进入极月宗之后，贪功冒进，我一时间也没能拉住他。他死了？是啊，我当时正在激战，也没照顾到。梁长老不幸被对方多名长老缠住，被砍得他爹都认不出来，壮烈了。希望他一路走好。好了，你们都去修炼吧，纪灵寒留下。这是一件9阶灵甲而已，送给你了。9阶，我没听错吧？莫说青兰府，就连飞云州都不存在这个层次的宝物吧？端木世家似乎也仅有一件7阶灵器而已，那是他们家族的至宝，也是他们能与赤日宗抗衡的最大底牌。而刚刚掌门送了个什么给姬师姐？9阶灵甲，这也太宝贵了，我不能收。您是本门之主，这样的宝物应该是你亲自佩戴。我说收下就收下，本掌门的实力早已用不上这些身外之物。果然掌门心目中最亲的还是姬师姐呀。定不负掌门曾宝之恩。对了，咱们宗门的灵脉不是断了吗？怎么现在灵气浓度这么高？这都是掌门治你的功劳啊。阿黄的功劳。阿黄。我给他取的名字怎么样？好记吧？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你给她取这么一个名字？阿黄她在掌门您离开之后不久就醒了过来，之后她就直奔灵脉所在地去了。你敢信？我管你敢不敢信。这个男人拥有一条命，被打死就会复活，并且变强。从此他开始了各种作死行为，只为让别人打死他。就在刚刚，13猫回到飞仙门分发完装备，感受到飞仙门灵气变得浓郁，得知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干的，立马前往灵脉所在地。妈妈，乖女儿，你喜欢住在灵脉里吗？这里好舒服，我刚刚在里面游泳呢。好吧，你喜欢就行。这灵脉品级是你提升的吗？没错。干得真棒，我干得真棒，不愧为我的女儿。妈妈，如果能找到其他碎片，我还能让灵脉品阶变得更高。好，爸爸会留意的。其他碎片也像你一样，都在一些灵气灭绝之地吗？我诞生在封绝之地是运气不好，从一开始就灵气稀少，差点没能发育起来。其他碎片就不一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看来只能靠机缘了。今天的2次复活用完，不能装逼了，回宗修炼算了。在他修炼的这一天一夜，外界早都炸开锅了。极月宗被灭，
五妖虚影、13猫上门等等细节被无数人传得活灵活现，已经快速演变出了上百个版本。来，你听说了吗？那猫掌门抬手就召唤出了一个白虎，摧枯拉朽就把极月宗给灭了。我怎么和你听说的不一样？我听说那猫掌门召唤了个狗子，那狗子一个喷嚏就给极月宗清场了。你们说的都不对，我听说那猫掌门放了一个屁，花了足足2秒半时间把极月宗灭掉了。啊，又是逼王气息满满的一天。掌门好，掌门修炼完了吗？实力通天，还如此勤奋，毫不懈怠，掌门真是我被修饰的楷模。掌门好像比昨天更帅了。不是好像，就是。你们发自肺腑的夸赞，以后尽量不要在人多的地方，私下夸一夸就行了。毕竟我这个人脸皮薄。掌门真是谦虚之极，我辈不及也。罗师弟，你变了。还记得前些年罗远因为拒绝给某位长老行礼，被闹到了掌门那边，最后宁可被罚也没低头。而现在，今后我们要多多向掌门学习，向掌门学习。好，大家的意见我收到了，今后可以多提。意见？刚刚提了什么意见吗？今天叫大家过来，是有一件事，我先去端掉玄冰派和五雷宗，你们在家煮饭，等我回来吃。祝掌门旗开得胜，我等必定勤加修炼，争取早日追上掌门的步伐。要是被你们追上了，我还有和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列位系统。看，那就是13猫，昨天就是他灭掉了极月宗。他这跑来玄冰派，还真是要为飞仙门报仇啊！依我看，他背后应该站着其他府的幕后势力，不然哪敢这么大胆？飞云州并不止一个青蓝府，周边就还有千灵府和冲岩府，这两府同样幅员辽阔达10几万里，内部也有不次于端木世家和赤阳宗的大宗门。13猫，你果然来了。来了就别想走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兴风作浪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行了行了，利索点开始吧。说，你身后究竟是谁？有完没完？快上！你这是敬酒？不吃罚酒，能不能上点新鲜的？我很忙，还赶着去下家呢。你不过是分魂，算了，我自己来，别墨迹了。还是我自己动手吧。来人！这就完了，太荒唐了！还以为他真有多厉害，原来只是个草包。早知如此，一剑杀了事。呸！此人不过是个笑话，外界还传得神乎其神。该死的小子，召唤本王过去也没个回城符吗？还要本王辛辛苦苦飞回去干？别让我在天妖域看到你，见一次打一次。等回到那边之后，先去兔族找几个小娘皮去霉运。因宿主被杀，系统分析敌人实力，为宿主安排复活方案。宿主获得召唤符1张，可召唤随机强力帮手，为自己效力1次。哎，看来我隐藏已久的真实实力又要暴露了。没办法，我摊牌了，我是绝世高手。该死的，又是你小子！嗨，先做正事，干掉他们！该死的，又要给这小子打工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妖怪？你小子没有回城符就不要瞎召唤，知不知道虎爷跑一趟有多累？我警告你，别再乱搞，要不然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威胁这小子。大佬，你要是嫌太麻烦，完全可以在我们这住下来嘛。隆重为你介绍我们宗门，那边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大家都特别好客。莫挨老子，这小子胆大包天，让自己打工就算了，还想留下来当长期的免费苦力，简直是做梦。要不是无法反噬，一定让他知道死字需要多少个惨才能拼出来。哎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下一站走起。臭毛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连灭2大宗门也未免太凶残了吧？宗主何必跟他废话？这就是魔头行径。臭毛，你有何面目苟活于世间？人人得而诛之。你怎么还不去死？死屁话！滚出来！真是一群猪队友！玄冰派连大阵都开了，也还是没能逃过灭门的下场。不过凭着自己一条足以颠倒黑白的巧舌，未尝不能忽悠的这小子团团转，扭转局面。看来你们的人很想我死啊，那就快来杀我吧！不敢，猫掌门你为飞仙门报仇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飞仙门那点小不点，
就让它随风飘散吧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你说呢？喂，飞仙门前几天好像就被你们灭门了吧？你这就一笑泯恩仇了，是不是太快了点？你不是飞仙门的门人，是外来人吧？他们的仇恨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无非就是要找个借口来开战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从此我们五雷宗归顺你们飞仙门。你说的很动听，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。既然这么有道理，那你就去地下和飞仙门前任掌门以及那些长老也说一说吧。你这是戏耍我，该死！哈哈哈哈哈！本掌门早就料到他不过如此，刚刚只是故意用言语松懈瓦解他。你刚刚逃得比谁都快，当我们看不见呢？掌门英明，神机妙算。众长老听令，与我一同讨贼。听宿主被杀，系统分析敌人实力，为宿主安排复活方案。宿主获得召唤符1张，可召唤随机强力帮手，为自己效力1次。又来，不会又是三眼虎吧？能不能整点新活？传承了数十万年的圣地，论其底蕴和实力，是飞仙门的无数倍。就在刚刚，宗门最后一道祭祀，掌教真人仅止一击之下，便吐血败退，损了数百年道行。虎妖，我子元圣帝与尔族妖王曾约定，大妖之上不得过界。难道你要破坏约定，遭各圣地攻击吗？下方，三眼虎已经冲进了一座古朴的超远阵传统化的场地。这次他没选择飞行，而是选择了坐船送阵。传送阵的距离有远有近，远的一次传个数百万里都没问题，近的一次也能传个数10万里。这样下来，比他自己飞行更快。确实，妖王和各圣地有过约定，大妖之上不得擅自侵犯对方领地。可那是这千灵域的妖王和他们约定的，自己又不是千灵域的，而是来自天妖域。对，冥顽不灵，给老夫留下吧。去你大爷的！大爷要回家，谁挡干谁。这一次应该能再前进2000万里。好吧，又来了。听宿主复活。你怎么还活着？本掌门刚刚只是试试你投降的诚意，看来你很拽嘛。在那种攻击之下都还完好无损，灵台境也做不到啊！猫掌门明鉴，刚才不是我下令的，是他下的令，都是他们自作主张，我拦都拦不及。他们不服管教，不顾我的严令，擅自出手，还请猫掌门替我责罚他们。皇府子殿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猫掌门明鉴，这一切就是他指使的。他刚刚还胁迫我等去袭击飞仙门，我等誓死不从。这贼子居然用家人性命威胁，我们从未想过和江掌门为敌。皮厚之道，博大精深，原来有这么多前辈走在了自己前面。路漫漫，其修远兮，自己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太多啊！可惜这里不方便，不然要把他们的语录记在小本子上，日夜复习巩固。你能不能快点？这三眼虎怎么有点生无可恋的样子？狗系统每次都只给1张一次性的召唤符，既然每次都要它，何不干脆把它变成自己的灵兽做起？喵喵喵！你说啥？灭了他们！这大佬也太厉害了点吧！既然你一个念头就能轻松就解决，前2次何必弄得血流成河那么麻烦？那种场面更拉风，满意了没？靠！原来你也是个逼王，大佬，你看你这一来一回的多麻烦。住下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呀！大佬别忙着走啊，下次再来玩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经常穿越的都知道，穿越必带一个系统，而我的系统开局送我1条命，被打死就能复活，并且变得更强。因宿主被杀，系统分析敌人实力，为宿主安排复活方案。宿主获得召唤1图章，可召唤随机强力帮手，为自己效力1次。能不能换副药？我自己都受不了了。拿着，爱要不要？你要干嘛？回去吧你。遥远的冰川之下，数千里的深层，在那复杂的灵纹下方，三眼虎闭着双眼，浑身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。如果现在有人能来到这里，可能会把他当成一具死尸。离开五雷宗之后，他就来到了这里，布置了一座风灵祭坛。现在这绵延数千里的整座冰川都因为这座祭坛而变得死气沉沉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封绝之地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祭坛下方设下。事实上，即便有人能闯到这里，也看不到他。他们就算用神识探查，看到的也只是地底普通景象。最后，他还把自己的灵气波动全部收了，强行进入了假死状态。我就不信了，
这样还能被召唤走，暂时不回天妖域了，就在这里睡个1年半载的。这段时间，以那小子惹是生非的本领，早就遇到无数次危机了。如果他被杀，那自然最好不过，虎爷就彻底解脱了。如果他召唤到其他妖王，那也算是打乱了目前的节奏，没准以后就专招别人了。最好以后天天专招双兔王那个婆娘，他一去不返，自己再去兔族做客就能大摇大摆了。他怎么没死？什么？开始吧，干掉他们！大佬，你辛苦了。老兄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究竟有多少张召唤符？还有，你就不能换个妖吗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金龙王他不强吗？战猴王他不猛吗？还有那双兔王身材火辣，他不香吗？雨露均沾行不行？这都是系统安排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因为你和我一样帅，可能是同样的气质互相吸引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确实很帅，帅的无论人族还是妖族的审美都挑不出什么瑕疵。不过那所谓的同样的气质互相吸引就拉倒吧。虽然你很有眼光，但你也知道越帅的妖越忙，本忙日理万机，那边还有很多大事等着我处理，还有很多兔小妖等着自己去临幸呢。你以后能不能少惹事？没事别召唤我了。这个真不受我控制，是不可抗力。算了，这小子一定还有很多召唤符，不过我又伤害不了他，那就只要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了。每一点积分的背后，都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。那小子人呢？那绝不是飞行，就连我也飞不到那么快，瞬移也不可能，瞬移的距离不会超过100里，自己传送自己，这他妈也太离谱了吧！我这个妖王都没那等神通，区区分魂6重，怎么可能？不过就算你传送走了，虎爷也要把你的老巢给找出来。可算找到你了，给大爷等着。我的天，掌门居然1天之内连灭3派，这也太惊人了，何等实力啊！有掌门在，我们飞仙门何愁不强盛？经常穿越的都知道，穿越必带一个系统，而我的系统开局送我1条命，被打死就能复活，并且变得更强。我摊牌了，其实我仰慕掌门已久。滚！掌门是我的。那个梁师弟、殷师妹，有些话可是不能乱说的。嗨，师姐您请，您请。妈妈，这只小猫咪刚刚闯进来，被我抓住了。啊，乖女儿真棒，干得不？卧槽，你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这要是一道凶念，整个飞仙门可就只剩自己一个活人了。这三眼虎怎么没有灵力？三眼虎最近可能是被下了禁，流年不利，好不容易摸到飞仙门，就被阿黄给打住了，体内灵气被瞬间清空。他也还有着强悍的神魂，不过真要算起来，他还是能兴风作浪。只是下一刻他就被阿黄抓住了脖子，这一接触，他的神魂居然也被封住了。堂堂妖王也敌不过这世界之心碎片的规则之力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猫咪！哎呀，这是小老虎吧？对啊，3只眼，应该是妖兽吧？妖兽可是一点灵力都没有啊！堂堂妖王，奇耻大辱啊！不出意外，这家伙应该没怀着好意，该怎么处置他呢？杀掉！三眼虎都帮自己打了4场漂亮仗，劳苦功高啊，还真有点不忍心，但放着不管也不行。你们都小心点，他是强大的妖兽，很凶的。你们没听过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吗？这样下去，三眼虎只怕要气懵了。啊，掌门认识这头妖兽？认识，他是我尚未驯服的灵宠，凶性十足。你才是灵宠，你全家都是灵宠。哇，他还真会开口说话。这声音有点老，不太好听啊。有点凶性没关系，我对驯服小动物还是很熟悉的。喂，为什么你会随身带着笼子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好了，我来和他谈谈。就你给点面子，你也配？看来你是不肯臣服了。哥，妖可杀不可辱。行吧，既然你如此大义凛然，那我也不强妖所难。阿黄，掐死他算了，咱不辱他。别，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这虎妖变脸也太快了吧？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这次还真是意外收获，要是在外面自己还真不能收复三眼虎。但是谁让他自投罗网呢？我要你做的很简单。我先声明，灵宠坐骑什么的不可能。如果是那样，我宁愿死。给我当3年护宗灵兽。完了，没了。以主角的剧情加上系统的能力，3年后想赶这货走，应该都是赶不走。你确定？就3年而已。
护宗灵兽不用结什么奴役契约，无非就是要在宗门遭到外敌入侵时保卫一下罢了。怎么，你嫌太宽松了？那咱们可以改一改。没有，这样苛刻的条件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吧。哈哈哈哈，小子你会后悔的。你以为让我当护宗灵兽是什么好事吗？我会闹得你这里鸡飞狗跳，你给我等着。反正关键时刻他能保护一下这群弟子就行了。这天荒不灭体实在太猛了，升级简直就像坐火箭一样。原来自己的文人升级，自己也能得到积分奖励，只是这积分奖励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应该是纪凌寒的天赋强过罗远太多，系统判定他更有价值，所以奖励更高。如果类似的文人更多，成千上万，岂不是躺着都能得到大把的积分？好了，现在护宗灵兽有了，我们该考虑一下招收新弟子，扩大宗门规模了。原本担心宗门不安全，招太多人过来也护不住，反而害了别人。现在没了这顾虑，就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掌门要招新人啊，不知道有什么要求没？我的要求不高，新弟子的天赋跟骨能有个真传弟子级别就行了。怎么掌门说的好像大陆货一样？真传弟子只怕没那么好招啊。天才之所以是天才，正因为稀少。我们飞仙门的宗旨是贵精不贵多。飞仙门要招收弟子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青兰府。这消息原本因为人手少传不快，但飞仙门现在太火，连灭四派啊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。一时间，许多人跃跃欲试。飞仙门现在厉害啊！2天灭四派，隐隐有成为青兰府第3级之势。跟着这样的大树也好乘凉。这飞仙门疯了吧？哪有这样招弟子的？只招真传，他们以为那个级别满街都是吗？就是端木世家和赤日宗也没那么高的标准。外界议论纷繁时，又一个大消息传了开来。由于废铜咒被杀，4大附属宗门被灭，赤日宗震怒，现飞仙门掌门13猫携所有弟子3天内前往赤日宗跪拜谢罪，并臣服于赤日宗，否则赤日宗将大军压境，一灭飞仙门。这一下，外界更加不看好飞仙门。掌门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，赤日宗这么一闹，我们怕是找不到门人了。现在还想什么招募弟子啊？怎样挡住外敌才是头等大事。掌门，你下令吧，要我们怎么防？就你们这点实力，一个分魂镜就灭掉了，防什么防？送人头吗？掌门，你也太伤我们的斗志了吧？是啊，身为掌门，你好歹鼓励鼓励我们嘛，怎么能泼冷水呢？那我们像上次一样撤出去？当然不撤，忘了告诉你们，上次极月宗4派攻打飞仙门，就是赤日宗背后策划的。什么？居然是他们？我就说那4派怎么突然就联手了？该死的赤日宗！原来你们蠢到了这个地步，都被人灭门了，居然还不知道幕后黑手。端木世家的4家主端木池，他是灵台境高手，他这是灵台出鞘，直接降临到了这里。端木池是灵台境3重的强者，灵台境一直是青兰府的天花板。你有啥事？进来都不通报一声，说话又那么不中听。不过想想自己这山门下也没人看门，但阿黄呢？怎么不把这家伙灵力清空了再抓进来？话说灵台被清空灵力的话，会不会直接崩溃？妈妈，昨天为了抓住小猫咪，我的力量用完了。乖女儿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休息几天就好了，如果有零食补充就能更快点。你不早说，原来你装完逼也要充电续上啊！老夫来此是要给你们指一条明路。看来你们很不识相。行了行了，别他妈装腔作势，有屁快放！先礼后兵，他要是敬酒不吃吃把酒，直接抹杀。要不是看在他还有点价值的份上，区分魂镜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们想要对抗赤日宗，只能求助于我们端木家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当初飞仙门被灭时，你们在哪？你觉得我这么帅的人需要求助吗？臭毛，我知道你背后有依仗，但你别忘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想要对抗赤日宗，只有与我们端木家合作一途。到时候利用这小子背后的势力覆灭赤日宗，之后再以驱逐外界入侵势力的旗号，把臭猫和他身后的势力赶出去。那时候，青兰府就是端木世家一家独大了。什么屁合作，压根没兴趣，用不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合作法？要我们出兵，有3个条件：其一，你要交出那4大宗门的资源收藏；其二，飞仙门继续做我端木世家的附庸，每年上贡；其三，姬灵寒嫁给我端木家的端木子修，算作2家联姻。